你是不是也曾有这样的夜晚，躺在床上翻来覆去，脑子里算着家里这个月的开销，想着儿女的工作顺不顺利，看着自己这双布满皱纹的手，忍不住叹了一口气。难道我这辈子就是个操劳漏财的命吗？其实我都懂，你为了这个家，双手沾满了厨房的油污，也曾在风雨中奔波。你把最好的都留给了孩子，自己连买件好一点的外套都舍不得。可是算命先一句手指有缝会漏财，加上每天看新闻播报通货膨胀、退休金缩水，让你越来越焦虑。你觉得自己明明付出那么多，怎么老了却常常为了几个铜板精打细算，甚至有时候连孩子都不太领情，让你觉得委屈又心酸。朋友，请把心放宽。今天我们要透过佛法深邃的智慧告诉你，手指间的缝隙根本不是漏财的缺陷，反而是老天爷赐给你人生最高级自由的隐藏密码，是最高级的富贵印记。跟着我看完今天的内容，不仅能解开你心里的结，我还会教你如何不花1毛钱，用3招最简单的修心法，把流失的福分一点一滴补回来，让你下半辈子走到哪都有贵人相助，锁住你生命里的福报。现在你不妨把左手举高一点，对着家里的灯光，将4根手指头紧紧并拢，仔细看一看，你的指缝间是不是透着光？很多朋友看着这透光的缝隙，心里可能会觉得毛毛的。哎呀，我这缝隙真的挺大的，是不是这辈子注定存不到钱了？其实，就算是世俗的看相，也有不一样的说法。有些资深的手相老师就指出，食指和中指之间有缝隙的人，反而代表你向往自由，心思很缜密，而且做事脚踏实地。虽然看似漏财，但其实赚钱的能力特别强。你看，连世俗的算命都在告诉我们，事情不是只有一面，而在我们佛法里，看事情的角度就更深了。佛法里有2句很重要的话，第一句叫相由心生，你手上的纹路、长相其实都是你内心世界的投射。第2个概念叫做有漏皆苦。什么叫有漏呢？在佛法里，这个漏指的不是漏水，也不是漏钱，而是烦恼。但佛陀告诉我们，真正漏走我们福报的，其实是我们心里的洞。什么是心里的洞？就是我们的焦虑、贪念、抱怨，还有对未来那种深深的恐惧。为了让大家更好理解，我想跟各位分享一个禅宗里非常有名的公案，叫做漏水的竹篮。从前，在一座深山里的寺庙，有一个小沙弥，师父每天都交给他一个任务，要他拿着一个打水用的竹篮子，走到山下的河边去打水。大家都知道，竹篮子编得再密，它也是有缝隙的啊。小沙弥每次在河里把篮子装满水，拼了命地往山上跑，山路崎岖不平，地上又长满了青苔，小沙弥跑得气喘吁吁，双腿发酸。可是不管他跑得多快，水总是会从竹篮的缝隙里哗啦哗啦地漏出来。等他跑到山上，竹篮里的水早就一滴不剩了。小沙弥就这样跑了1个月，每天从清晨跑到黄昏，累得满头大汗，双手都被竹篮的提把磨出了厚厚的水泡，却连一口水都没打上来。他看着其他师兄用木桶轻松地把水挑满水缸，心里的委屈和挫折感越来越重。终于有一天，小沙弥崩溃了，他把竹篮往地上一摔，一屁股坐在泥地上，哭着跟师父说：“师父，您这不是在折磨我吗？这篮子全身都是洞，怎么可能打得起水来？我每天白忙一场，别人都在笑我傻，我这根本就是徒劳无功啊！”师父听了，没有生气，
也没有责备他，只是慈悲地笑着，缓缓走到小沙弥身边，弯下腰把那个沾满泥巴的竹篮子捡了起来。师父摸着竹篮，轻声地对小沙弥说：“孩子，你不要急着哭，你仔细看看这个篮子，它跟1个月前我刚交给你的时候有什么不一样？”小沙弥擦干眼泪，吸了吸鼻子，低头一看，愣住了。1个月前，这个装煤炭的破竹篮又黑又脏，沾满了洗不掉的油垢和黑炭，闻起来还有一股霉味。可是现在，经过这1个月来，每天被清澈的河水反复冲洗，虽然水都漏光了，但整个竹篮子却变得干干净净，焕然一新。原本黑漆漆的竹篾露出了原本清脆的颜色，甚至连竹子原本的清香都散发出来了。师父拍拍小沙弥的肩膀说：“孩子啊，你看这水虽然漏了，可是篮子却干净了。我们修行人的心就像这个竹篮，我们在世间生活，金钱、名利、得失，甚至别人对我们的赞美与批评，就像那些水，最后都会从我们生命的缝隙里漏走。100年之后，你什么也带不走，什么也留不住。可是，只要我们每天用心去打水，用善念去生活，在面对挫折和看似徒劳无功的过程里，不放弃内心的善良，这个过程就会把我们这颗原本充满烦恼、贪婪和污垢的心洗涤得干干净净。朋友们，听完这个故事，我们再回头看看自己的生活。我们现在很多长辈每天早上眼睛一睁开，看着电视上的股市行情，红红绿绿的数字跳来跳去，心也跟着七上八下。股票跌了，心痛得晚上睡不着，觉得自己的老本缩水了；涨了，又懊恼自己当初怎么没有多买一点，整天活在悔恨之中。或者推着菜篮车去传统市场买菜，发现今天的高丽菜1斤又贵了10块钱，鸡蛋也涨价了，心里就开始埋怨，开始焦虑，一边挑菜一边叹气，觉得日子怎么这么难过，政府怎么都不管物价。回家后看到老伴忘了关电风扇，又是一阵无名火起，为了几块钱的电费吵得不可开交。我们是不是就像那个拿着漏水竹篮的小沙弥？我们把所有的心思，所有的喜怒哀乐，都绑在那些终究会漏掉的水，也就是外在的金钱和数字上。我们每天拼了命的想把水留住，却忘了看看自己的心，是不是早就被焦虑和抱怨染得乌漆抹黑了。我们越是焦虑，越是抱怨，我们心里的那个洞就越大。每一句抱怨，每一次为了几块钱动怒，每一次在社交群组里跟着别人一起转传那些制造恐慌的假消息，都在不知不觉中把我们累积的好运和福报一点一滴地漏光了。其实钱财本来就是世间的流动物，有进有出，有聚有散，这是非常自然的规律。手掌上有缝隙，就像那个竹篮子有缝隙一样，它漏掉的只是外在的流水。我们劳碌半辈子，买了房子，养大了孩子，这些钱其实没有不见，只是变成了我们生命中不同的风景。只要我们的心不跟着乱，只要我们的心是干净的，是平静的，即使外在的环境再怎么变化，物价再怎么涨跌，我们都能安然自在。你走到公园里，呼吸到免费的新鲜空气，你坐在家里喝一杯温热的白开水，这都是无上的福分。心安财就聚，心乱福就漏。与其每天盯着手指上的缝隙自怨自艾，不如把心里的洞给补起来。当你不焦虑，不抱怨，把心洗干净了，你这颗清净无染的心就是世间最大的聚宝盆。既然我们放下了对手指漏财的恐惧，现在请你再把左手摊开，
我们来看看手掌上那些真正代表着富贵的印记。这是2个很特别的纹路，一个叫三约纹。如果你的食指关节处有3条横纹，这代表一辈子不缺钱花，而且常常能得到别人的帮助。另一个叫网格纹，长在大拇指的下方，也就是手掌肉最后的那一块。老实说，这个网格纹就像是一张网子，越密的人越能网住活蹦乱跳的鱼，也就是越能网住大财。很多朋友看到这里，可能会急着看自己的手。哎呀，我好像没有三约纹，也没有网格纹，这是不是代表我这辈子就没有富贵命了？朋友们，千万别灰心。相学上有一句话说得很对，相随心转，人的手纹是会随着时间，随着心境改变的。这些所谓的富贵纹路，不是老天爷随机发放的彩票，而是我们生生世世乃至这辈子自己一针一线编织出来的。既然是编织出来的，只要我们懂得方法，现在开始改命，一点都不晚。这时候你可能会问，我都退休了，每天就是在家看电视，去公园散步，每个月就领那点固定的退休金，甚至还要靠儿女每个月塞几千块的孝亲费，我哪里还有能力去创造什么富贵？我连买件好一点的外套都舍不得，我怎么可能大富大贵？很多长辈在退休后失去了一辈子依赖的工作头衔，孩子也各自成家立业搬出去了。面对空荡荡的屋子，心里会产生一种巨大的失落感，觉得自己老了，没用了，不再是被社会和家庭需要的人。这种心理上的匮乏，比存折里没有钱更可怕。如果你心里有这种我很穷，我老了没用的想法，请你一定要听听接下来这个佛教经典《阿含经》里非常动人的一个故事。迦国延尊者买瓶。迦国延尊者是佛陀10大弟子之一。有一天，尊者外出托钵乞食，经过一条河边，看到一位满头白发、衣衫褴褛的老妇人正坐在河岸上放声大哭，哭得撕心裂肺。尊者走上前，慈悲地问他：老人家，您为什么哭得这么伤心呢？老妇人抬起头，满脸泪水。她那双粗糙的像树皮一样的手紧紧抓着破旧的衣角，哽咽地说：师父啊，我的命太苦了，我是一个奴婢，从10几岁就被卖到主家，每天从天还没亮做到半夜，洗衣服、劈柴、挑水，吃的是馊水，穿的是别人不要的破布，还天天被主人打骂。我这辈子没过过一天好日子，我什么都没有，我真的穷怕了，累极了。我现在老了，做不动了，主人要把我赶出去，我现在只想跳进这条河里，一了百了。尊者听了，平静地对他说：老人家，既然您这么讨厌贫穷，那您为什么不把贫穷卖掉呢？老妇人一听，愣住了，眼泪停在眼眶里，甚至觉得尊者在开玩笑。师父，您别寻我开心了，天下哪有卖贫穷这种事？就算能卖，谁又会愿意来买我这个又老又丑的老婆子的贫穷呢？迦国延尊者微微一笑，语气无比坚定地说：我愿意买，只要你肯卖，我就肯买。老妇人半信半疑地问：那我要怎么卖给您？尊者指着老妇人手里拿着的一个破瓦罐说：布施就是卖掉贫穷最好的方法，你现在拿着这个瓦罐去河里帮我打一罐干净的清水来布施给我，这就是你卖掉贫穷的开始。老妇人看着手里的破瓦罐，又看着眼前潺潺流水的河面，她心想，虽然我身无分文，虽然我一辈子低声下气，但这河里的水是老天爷给的，不用花钱啊。于是他步履蹒跚地走到河边，恭恭敬敬地洗干净了那个破瓦罐，
装满了清澈冰凉的河水，双手捧着，步履颤抖却无比虔诚地供养给了尊者。就在他双手奉上清水的那个瞬间，奇迹发生了。他心里那种我一无所有，我低人一等的自卑与痛苦突然消失了。他发现，原来即使落魄如自己，原来即使穷到只剩下一个破瓦罐，也拥有给予别人、帮助别人的能力。据佛经记载，这位老妇人因为这一次至诚的布施，改变了她的业力，来生转世到了天上，享受无尽的福报。回到我们刚刚说的，很多长辈觉得自己退休了，看着存折里的数字不再增加，总觉得自己对这个家没有价值了，心里觉得好穷。你是不是也常常一个人在家，拿着手机，等着儿女下班后能传个讯息来？如果一整天没人找你，你心里就空落落的。但是你看那位老妇人，她连1毛钱都没有，她布施的只是一罐不花钱的清水。回到我们手掌上的三约纹和网格纹，那张网住财富的网是用什么编织的？不是用钞票编织的，是用我们的善意编织出来的善缘网。你今天早上出门，去公园里甩手做运动的时候，遇到认识的老邻居，主动给他一个灿烂的微笑，说声早安，今天气色真好，这就是在布施你的欢喜。你在为自己画上一条善缘的纹路。你想想，那个老邻居可能昨天晚上也因为腰痛没睡好，但因为你这句温暖的早安，他今天一整天的心情都亮了起来。这份功德比给他几百块钱还要大。你搭电梯下楼，看到邻居提着重物，或者是带着哭闹的小孩，你顺手帮他按住电梯门，帮他按个楼层，笑着安抚一下孩子，这就是在布施你的体贴。你又为自己编织了一条网格纹。你在家庭的群组里，不要总是传那些让人看了有压力的长辈图或者假新闻，而是传一句真心的问候。天气凉了，孩子们上班骑车记得多加件防风外套。阿公阿嬷在家里一切都好，你们不用操心，这不花你1分钱，但这就是在布施你的关怀与体谅，让在外打拼的孩子能够安心。你以为你在付出，其实你是在卖掉你的贫穷。你每一次的和颜悦色，每一次的顺手之劳，每一句温暖的好话，都是在用那罐免费的清水浇灌你生命中的财富之树。当你周围的人都喜欢你，都愿意亲近你，社区里的警卫看到你都会笑着打招呼，菜市场的摊贩看到你都会热情地塞给你一把葱。你的生活里充满了善意与温暖。这时候，你哪怕存折里没有几千万，你也是这世上最富有的人。你的晚年走到哪里都有贵人相助，这不就是老师说的一生财运享用不尽吗？所以不要再盯着手掌看自己有没有富贵纹了，从今天开始，伸出你的双手去帮助别人，去散播温暖。你这双长满皱纹的手，就是真正能网住一切福报的网格纹。刚才我们谈到了手掌的纹路，现在我们再来回想一下手指的缝隙。一开始提到一句话，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留意到，老师说，食指和中指之间有缝隙的人，喜自由，思维缜密。很多朋友可能会想，喜欢自由，是不是代表这个人不爱受管束，喜欢到处跑？其实，以佛法的眼光来看，这种手指间的缝隙，代表的恰恰是一种人生最高级的自由，也就是懂得松手的自由。我们这辈子，双手总是抓得太紧了，年轻的时候抓着事业不放，中年的时候抓着钱财不放，到了晚年，手里紧紧抓着的就是对儿女的操心与牵挂。很多长辈常常跟我结缘聊天，诉说心里的苦，
孩子还没结婚的，天天愁着怎么还不成家，四处拜托亲戚朋友介绍对象，弄得孩子看到你就躲。结了婚的，又天天盯着他们什么时候生小孩，逢年过节总要念上几句，好不容易生了孙子，又觉得年轻人不会带小孩，自己拖着一身的老骨头，腰酸背痛的去帮忙带孩子，看见小夫妻因为泡奶粉的水温，或者是因为孙子要不要上双语幼稚园吵架，自己气得血压飙高，夜夜失眠，甚至有的长辈拿出了自己毕生的积蓄去帮孩子付买房的头期款，结果自己每个月过得紧巴巴，心里还老是觉得孩子不够孝顺，不懂得感恩。你是不是也觉得自己为了这个家把心都操碎了？可是孩子们却常常不领情，甚至嫌你管得太多，说你观念太老旧，这种付出却得不到认同的痛苦，就像一块大石头压在胸口。这时候我们就要来听听佛教经典《大智度论》里一个非常有名的公案。丹麻下山。从前有2个人结伴到远方去寻找财富，他们走到半路，发现了一大堆粗糙的麻布。在那个年代，麻布也是能卖点钱的，于是2个人都会心一笑，各自捆了一大包麻布，重重地背在肩上，继续往前走。这麻布非常沉重，山路又陡峭，2个人走得汗流浃背，肩膀都被粗糙的麻绳勒出了血痕。走着走着，他们来到一个山谷，竟然发现了一堆闪闪发光的银子。其中一个人高兴极了，立刻把肩上那包粗糙的麻布扔在地上，对同伴说：快，我们把麻布丢了，换成银子，这可值钱多了，我们不用再背得那么辛苦了。可是另一个同伴却摇摇头，皱着眉头说：不行啊，这包麻布我已经背了这么久，背得我满头大汗，我的肩膀都磨破皮了，而且我绑得那么结实，我付出了这么大的代价，我怎么舍得就这样把它丢掉？就算有银子，我也不能放弃我原本的努力。就这样，第一个人轻轻松松地背起了银子，第二个人依然固执地背着那包沉重又刺人的麻布，咬紧牙关继续往前走。他们继续往前走，走到了大山深处。这一次，他们竟然发现了一地的黄金，金光闪闪，耀眼夺目。背着银子的人二话不说，马上放下银子，把自己的口袋全都装满了黄金。他苦口婆心地劝那个同伴：兄弟，前面是银子你不换，现在可是黄金啊，你快把你那包麻布扔了吧，装一点黄金，你这辈子就吃穿不愁，可以舒舒服服地过日子了。没想到那个同伴还是死死地抱着那包麻布，叹了口气，固执地说：哎，我这包麻布已经跟着我走了几百里路，我为了它吃了这么多苦，流了这么多汗，它对我来说太重要了，我实在舍不得放下它。你拿你的黄金吧，我还是背我的麻布。最后，那个懂得放下的人带着满满的黄金回到了家乡，过上了富足安乐的日子。而那个死死抱着麻布不放的人，累得半死回到家，带回来的只是一堆毫不值钱、又脏又破的烂麻布，被所有的亲戚朋友嘲笑，自己也因为过度劳累而一病不起。朋友们，这个故事听起来很傻，对不对？谁会放着黄金不要，去抱着一堆烂麻布呢？可是，回到我们的生活里，我们多少人每天都在做着跟那个抱着麻布的人一样的事情。我们对儿女的那种控制欲，那种过度的操心，那些已经不合时宜的旧观念，就像那包沉重又粗糙的麻布，我们心里想着，这孩子是我从小拉拔大的，我一把屎一把尿把他拉扯大，我为他付出了这么多心血，
连养老金都掏给他了，我怎么能放手？我怎么能不管他交什么样的女朋友？怎么能不管他怎么教我的孙子？于是，我们把这包名叫过度关心的麻布紧紧地绑在自己身上，压得自己喘不过气，每天提心吊胆，而这种沉重的爱也压得孩子们想逃跑，导致逢年过节家里气氛总是冷冰冰的。就像我们前面提到的，有些人会因为冲刺事业而累坏了身体。到了我们这个年纪，很多人不是因为事业累坏身体，而是因为过度操心而把自己的福气和健康给耗光了。这时候，请你看看自己手指间的那个缝隙，那个缝隙就是在提醒你，沙子握得越紧，流失得越快。手握紧，里面什么都没有；双手张开，你才能拥抱全世界。儿孙自有儿孙福，孩子们有他们自己的业力，有他们自己要走的生命轨迹和他们必须要吃的苦。我们能给的最好礼物，不是替他们安排好一切，不是永远挡在他们前面，而是把自己照顾好，把自己的身心安顿好，不成为他们的负担。当你愿意松开手，把你心里那包沉重的麻布给扔掉，不再去干涉儿女的选择，不再去为还没发生的事情担忧。看见孙子跌倒了，让年轻人自己去扶；看见儿媳妇买了贵的东西，学着闭上嘴巴微点头。这时候，你的双手就空出来了，空出来的双手才能接得住老天爷要赐给你的黄金，那份属于你晚年真正的清静、自在与安宁。你可以有时间去社区大学学画画，可以和老朋友去郊外走走，这才是真正的大富大贵。前面我们说了这么多，从手上的缝隙聊到了心里的漏洞，从不失一罐清水讲到了放下心里的麻布。很多朋友可能会问，老师，你说的这些道理我都懂，放宽心，结善缘，放下执着，可是回到生活里，柴米油盐酱醋茶，遇到事情我就是控制不住，会烦躁，会操心，我到底该怎么做呢？佛法有一句话说，佛法在世间，不离世间觉。真正的修行从来不是跑到深山里去打坐，而是在你每天煮饭、洗衣、带孙子、逛菜市场的日常里。今天我为大家准备了3个微小但力量强大的日常行动清单，你不需要花半毛钱，也不需要花很多时间，只要你今天看完这支影片，立刻就能开始做。第一个行动，睡前3分钟的手心朝上。观心法很多长辈朋友晚上躺在床上，翻来覆去就是睡不着，脑子里像跑马灯一样，想着白天谁说了一句不好听的话，想着明天菜市场要买什么，想着儿女的工作顺不顺利。这些思绪就是在无形中消耗你的能量，漏掉你的福气。从今天晚上开始，当你躺平在床上的时候，请你做出一个动作，把你双手的手心轻轻地朝上平放在身体两侧。为什么要手心朝上？因为当我们紧张、焦虑，想要控制事情的时候，我们的手不自觉是握紧的。手心朝上，在佛法里是一种臣服与接收的姿态，代表着我愿意松开双手，我放下了对今天一切人事物的执着。接着闭上眼睛，深呼吸，吸气的时候想象有一股温暖的光从你的头顶慢慢流到脚底，吐气的时候在心里默默对自己说，今天辛苦了，一切都过去了，我愿意放下。只要短短3分钟，把心里的那些麻布通通丢在床底下，你的心安定了，睡眠品质就会好。明天醒来，你自然就拥有满满的精气神去迎接福报。第二个行动，每天1次的忍住不抱怨。
改做语言布施。我们前面说过，抱怨是漏福最快的方式。每次你一开口抱怨，心里那个聚宝盆就破了一个大洞。我知道，生活中总有让人不顺心的事情，可能是在公园散步时遇到不讲理的人，可能是看新闻越看越生气，也可能是老伴又把东西乱丢。我们来做一个练习，每天给自己一个额度，只要发现自己又想开口抱怨，想骂人的时候，深吸一口气，把那句难听的话硬生生地咽下去。咽下去之后呢，转个念，把它变成一句语言布施。比如，你本来想念叨老伴，你怎么又把袜子乱丢，讲都讲不听，忍住，转个念跟他说，老伴啊，你今天帮忙倒垃圾，辛苦了，袜子我顺手帮你收起来咯。你看，只是一个转念，气氛完全不一样了。你不仅补住了福报的漏洞，还为自己编织了一条长长久久的善缘网格纹。每天只要成功一次就好。慢慢的，你会发现自己的脾气越来越柔和，身边的人也越来越喜欢靠近你。第三个行动，每天存下1块钱的欢喜心。这个动作非常简单，请你在家里准备一个干净的空罐子，铺满也可以，玻璃罐也可以。每天挑一个固定的时间，比如吃完晚饭后，拿出一个1块钱的硬币，在把硬币投进罐子里之前，请你在脑海里回想一件今天发生的，让你觉得开心或感恩的小事。这件事不用很大，哪怕只是今天早上的地瓜粥煮得很绵密，真好吃。今天出门刚好没有下雨。今天孙子打电话回来叫了一声阿公，这些都可以。想着这份欢喜，然后把硬币叮的一声投进罐子里。这不是为了存钱，而是为了存欢喜。很多时候，我们觉得自己很穷、很苦，是因为我们只盯着自己没有的东西看。透过这个每天存1块钱的动作，你是在强迫自己的大脑去寻找生活中的拥有。当这个罐子越来越满，你的心也会越来越丰盛。你会猛然发觉，原来自己拥有这么多微小而确切的幸福。一个心里装满欢喜的人，他的面相一定会越来越慈悲，越来越富贵。这就是真正的相由心生。朋友们，每天睡前手心朝上放松3分钟，每天忍住一次抱怨，改说一句好话，每天存下一个欢喜的硬币，就这么简单。请你今天就试试看，把算命仙口中的漏财相，用我们自己的修行，一点一滴转化为真正的富贵命。现在，请大家再一次看看自己的双手，这双手可能布满了老茧，可能长出了斑点，有了很深的皱纹，指甲也不再那么光滑，也可能指缝间正透着光。可是，请你记得，这双手曾经无数次的在厨房里洗手做羹汤，被热油烫伤过。这双手曾经在下雨天紧紧抓着机车的把手，为了赶去上班赚钱养家，而在风雨中受冻。这双手抱过嚎啕大哭的婴儿，牵着伴侣走过了几十年的风风雨雨。不管算命仙怎么说你的手相，这双手都是世界上最美丽、最伟大，也最有福气的手。每一道皱纹都是你对这个家无私奉献的勋章。朋友啊，走到人生的这个阶段，你已经做得很好了。真的，不需要再去跟别人比退休金的多少，不需要为了每天的菜价起伏而焦虑，更不需要为了儿女的选择而整夜睡不着觉。你这一生走过的每一段路，你为别人付出的每一份善意，就是你生命里最丰厚的财库。真正的富贵，从来都不在手掌的纹路上，也不在银行的存折里，而是在我们的心念之中。当我们把心打开，把执着放下，把对未来的恐惧、
对家人的过度担忧，像那包沉重又粗糙的麻布一样，轻轻地丢在路边，我们的心就彻底腾出空间了。这个空间就能去接住天地间满满的福报、清净与安宁。把你心里那个漏水的破洞补起来吧，用清净心去生活，用欢喜心去过每一天。请永远记住，最好的风水就在你自己身上，最深的财库就在你那颗善良柔软的心里。佛法说，万法唯心造，我们每一个人的心念都会形成一种磁场，而且是会互相影响、互相牵引的。今天这支影片能和你结缘，就是我们彼此甚深的福报。在这个结尾的时刻，我想邀请荧幕前充满智慧的你，现在就动动这双充满福气的手，在底下的留言区为自己、为家人，也为这个世界留下一句你的善言或者是祈福。你可以写下愿我放下执着，心生欢喜，也可以写下愿家人平安健康，岁月静好。哪怕你只是打上一句简简单单的阿弥陀佛，感恩你都是在为这个世界布施一份最美好的善念。当我们几万人、几十万人都在这里留下充满善意与祝福的文字时，这个留言区就会瞬间变成一个拥有强大正向磁场的聚宝盆。你在这里为别人点亮了一盏灯，这份光明与温暖最终一定会回向到你自己的身上，照亮你未来的路。如果今天的内容让你的心里感受到了一点点平静与温暖，非常欢迎你帮我点个订阅，这对我说这是莫大的鼓励。也请你把这份善缘分享给身边需要安定力量的亲朋好友，让我们一起在这里修心养性，把善的种子散播出去。感谢你今天的陪伴，愿你日日是好日，时时是好时。愿你双手松开，拥抱真正的富贵与大自在。愿你福生无量。我们下期影片再结善缘。阿弥陀佛。